嫂子，吉时快到了，快开门吧！楼下车队都等急了。急什么？想把我们家梦梦接走，哪有那么容易？凌晨，开门红包准备了多少啊？丽丽，门缝下面已经塞进去了，里面是88000的卡，密码是梦梦的生日，赶紧开门吧，8点58分必须出门，这是看好的吉时。88000，凌晨，你打发叫花子呢？我可是梦梦最好的闺蜜，今天没有20万的闺蜜放行费，这扇门你别想进。不是王丽，你别太过分啊！刚才在楼下已经被你们要走2万零花钱了，现在又要20万，你们当这是抢劫呢？谁抢劫了？我这是在替梦梦把关，现在连20万都不肯给我这个最好闺蜜，以后怎么证明你会对梦梦大方？梦梦，你看她还没结婚就这么抠门，这点钱都不愿意出。王丽，别开这种玩笑了。彩礼30万我已经一分不少的给了，婚房首付掏空了我爸妈的养老钱，名字也全加了梦梦的。今天是大日子，适可而止吧。凌晨，丽丽是我最好的闺蜜，她也是为了考验你啊，你就当破财消灾嘛，20万对你来说挤一挤总有的。今天是我结婚的大喜日子，你总不能为了这点钱惹我不高兴吧？陈哥，现在怎么办？车队那边已经在催了。行，20万是吧？我转。哎呦，早转不就完事儿了吗？算你识相！开门，开门！梦梦，吉时到了，我们走吧。哎，等等，凌晨啊，刚才那20万是给闺蜜的红包，现在咱们该谈谈上车礼了。上车礼？妈，之前定亲的时候没说有上车礼啊，所有的规矩都是按你们家要求走的。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你又不是不知道。梦梦她弟弟小雨马上也要谈对象，女方那边开口就要50万的首付。你今天再拿50万出来当上车礼，梦梦，你立刻接走。你要是不拿这50万，哼，那梦梦今天就不下这个楼。妈，您别开玩笑了。之前2家定亲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彩礼30万我一分不少打到了梦梦卡里，婚房首付掏空了我爸妈一辈子的养老钱，我现在手里连几万活钱都没有，上哪儿给小雨凑50万首付？你少给我在这儿哭穷！你不是在大公司当什么技术总监吗？一个月好几万的工资，这点钱拿不出来。再说了，你爸妈一把年纪，在乡下种地能花什么钱？把钱拿出来给亲家弟弟买房，天经地义。妈，我的钱是自己一分一分熬夜加班赚来的，我父母的钱更是他们的血汗钱。小雨结婚买房是你家事，凭什么要我这个做姐夫的来出这50万？哎呦喂，大家听听，这是一个新女婿该说的话吗？什么叫我们沈家的事儿？梦梦嫁给你，咱们不就是一家人了吗？姐夫帮小舅子走到天边也是这个理。今天这50万的上车礼，你给也得给，不给也得想办法借来给，不然梦梦今天休想踏出这个门半步。陈哥，这婚咱们别结了，这哪里是结亲，这分明就是卖女儿。哪有临出门了要50万上车礼的？抢银行都没这么快。哟，这位伴郎兄弟话可不能这么说，这说明我们梦梦金贵呀，连50万都不肯给，以后梦梦跟着他能享福吗？贫贱夫妻百事哀，我看凌晨根本就不是真心爱梦梦。梦梦，你也觉得我今天必须出这50万吗？凌晨，你干嘛用这种眼神看着我？那是我亲弟弟啊，咱们以后都是一家人，你作为姐夫帮他出个首付怎么了？你这么大个公司的总监，出去借个50万还不简单吗？借？为了娶你，我已经欠了一屁股债，你让我去借高利贷吗？借来的这50万，是我们婚后一起还，还是你打算让我一个人拿命去填？
你一个大男人怎么这么斤斤计较？我是你老婆，你替我弟弟出点钱不是应该的吗？而且我都穿上婚纱了，外面那么多亲戚邻居看着，楼下还有你的车队，你现在跟我争这个，难道想让我丢脸吗？今天是我一辈子一次的婚礼，你就不能为了我委屈一下吗？为了你委屈一下，我委屈的还不够多吗？彩礼要30万我给了，婚房要加他的名字我加了，可换来的不是体谅，而是变本加厉的得寸进足。行了行了，别在这装深沉，赶紧打通电话借钱去，转账记录给我看一眼，我就让梦梦跟你走。吉时都快过了，你还愣着干什么？穷光蛋，沈梦，为了娶你，我掏空了家底。我凌晨就算再穷，也有骨气。我不会为了娶一个伏地魔，搭上我父母的命，更不会搭上我自己的下半辈生。你既然觉得你弟弟的首付比我们7年的感情更重要，那你就跟你弟弟过去吧。拿来吧你！你干什么？你抢劫啊！把钱还给我，那是给我的闺蜜放行费。拿我的钱，你也配？这叫及时止损。你要是觉得我抢劫，现在就打110，咱们让警察来评评理，看看你这20万的开门费够不够判你个敲诈勒索罪。陈哥干得漂亮，这窝囊气咱们不受了，兄弟们撤！哎呦，我的老天爷呀！大家快来看看啊，这还是个人吗？把我们家梦梦折腾成这样，穿戴整齐了，说不结就不结了。你今天要是敢走，我就死给你看！凌晨，你今天要是踏出这个门，以后就算你跪在地上求我，我也绝对不会原谅你。放心，我不求。明天上午，我的律师会正式起诉你，30万彩礼，还有这几年我给你买的包，转给你的账，我凌晨1分1毫都会用法律手段全部要回来。你们沈家好自为之。陈哥，咱们现在去哪儿？酒店那边亲戚朋友都到了，几十桌的酒席都已经备好了，司仪也在等着，这烂摊子怎么收场？酒席钱我已经付了，不能浪费。告诉兄弟们和亲戚们，今天没有婚礼，只有答谢宴。我凌晨请大家吃顿好的，庆祝我重获新生。叶晴，你怎么来了？听说有人在这里坐地起价，把婚姻当买，我来看看是哪个不长眼的，敢这么欺负我看上的男人。凌晨，7年前我跟你表白，你说你有了沈梦，有了要守护一生的责任，你拒绝了我，我等了你整整7年，今天你这眼瞎的毛病终于治好了。治好了，病得太久，让你看笑话了。既然病好了，那接下来的事交给我。凌晨，外面的商务礼宾车车队我已经接管，酒店司仪宾客全都不用换。今天换个新娘，你敢不敢娶我？命都给你，有什么不敢的？叶总，我们去结婚。凌晨，你回来！我不要50万了，上车礼我不要了，我什么都不要了，你回来跟我结婚啊！哎呦，我的老天爷呀！你弟弟的首付没了，我的金龟婿跑了，这可怎么活呀？梦梦，你别求他，说不定他以后吃软饭要看人脸色呢。闭嘴！都是你，要不是你非要那20万的开门红包拖延了时间，我的婚礼怎么会被毁了？你赔我的呢，凌晨，你赔给我！叶总，准备好跟我结婚了吗？林先生，余生请多指教。
叶晴，这不是去豪泰酒店的路，我订的酒席在那边，我那边的亲戚朋友还有大飞他们都在等我。林先生，我们都已经结婚了，你这称呼是不是该改改了？至于豪泰酒店，叶氏早年就持有部分股权和档期协调权，我让助理按合同流程做了档期调整，今天那边不再承办临时变更的婚礼。按流程调整了。我叶晴的男人怎么能在那种连星级都算不上的快捷酒店里办婚礼？至于你的好兄弟大飞他们，我已经安排商务车去接。至于其他亲友，如果只想看热闹，继续给你施压，我们就体面的做好解释，不必让他们再参与仪式。凌晨，7年前我欠你一场告白，今天我补给你一场真正的世纪婚礼。闭上眼睛，睡一觉，到了我叫你。这个该死的凌晨，居然真敢把我们留下！梦梦，你赶紧进去，亲戚朋友都在里面，他就算再生气，当着几百号人的面，他也得乖乖跟你拜堂。对，那个女人肯定是群演。凌晨把钱都花在买房上了，哪里来的钱租商务礼宾车？她肯定是故意做戏给我看的。就是，等会儿进去了，梦梦你必须让她当众给你下跪道歉，不然这事儿没完。你们干什么？谁让你们拆的？我的新郎呢？哎呦，新娘子怎么坐出租车来的呀？你家凌晨呢？刚才酒店经理跑过来说，男方那边取消了婚礼，男方的亲戚刚才也全都被几辆礼宾车接走了。梦梦，你们这到底是唱的哪一出啊？取消了？这不可能！沈小姐，张女士，林先生刚才打电话通知我们，他放弃在这边办酒席，但是今天这几十桌酒菜已经备好。林先生说，如果是沈家人要留下吃饭，请先把68000块的酒席尾款结清，否则，请你们立刻离开，不要妨碍我们拆除场地。什么？68000？凭什么让我们出？这婚是凌晨要结的，这钱该他付。林先生说了，他这冤大头不当了。既然你们沈家这么有钱，连50万的上车礼都要得出口，这区区68000的饭钱，想必是不在话下的。什么？50万上车礼？张菜花，你疯了吧？凌晨的小伙子多好啊，你这是卖女儿啊！哼，怪不得人家不要你了，活该呀！这下好了，金龟婿飞了，咱们也成笑话了。走了走了，一家人在这丢人现眼，我可丢不起这张老脸。今天我们见证的不仅是爱情，更是2颗真心跨越7年的双向奔赴。林先生，请为您的新娘戴上象征永恒的戒指。叶晴，谢谢你，谢谢你把我从泥潭里拉出来，谢谢你，没让我今天成为一个笑话。傻瓜，你本来就是会发光的金子，是那些人有眼无珠。这7年，我一直在等你。凌晨，带上它，从今往后，你不再是谁的退路，你是我叶晴唯一的丈夫。我的老天爷啊！咱们沈家的脸算是彻底丢尽了，亲戚们现在背地里指不定怎么笑话我们呢。小雨的50万首付没了，这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阿姨、梦梦，你们别哭了。难道你们还真以为凌晨那个穷光蛋能娶到叶氏集团的女总裁？你们仔细想想，这可能吗？丽丽，你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这一切都是凌晨那个王八蛋设的局。
你想啊，凌晨1个月工资才几个钱，他买房已经掏空了家底，30万彩礼还是东拼西凑的。他上哪儿去认识什么女总裁？叶晴那种事业有成的女人，能看上他一个臭打工的？对呀，就算他凌晨祖坟冒青烟，人家女总裁也不可能上赶着倒贴求婚啊，这不合常理呀。所以真相只有一个，那个女人还有那支商务礼宾车车队，绝对是凌晨花钱雇来的群演和租来的车。现在婚庆公司多牛，花几万就能装一天富豪。凌晨算准我们要上车礼，故意搞这一出，顺理成章取消婚礼，还不落埋怨。好啊，我就说他怎么突然这么硬气，敢当众悔婚，原来是花钱雇人来羞辱我。他以为用这种欲擒故纵的把戏就能逼我不要那50万上车礼，做梦！梦梦，绝不能就这么算了。明天周一，你直接去他公司堵他，当着他那些同事的面，揭穿他顾群演的真面目，必须让他老老实实把50万首付交出来，再跪下给你磕头认错。否则这婚，咱们沈家还不稀罕结了呢。放心吧，妈，我太了解凌晨了，只要我稍微给他点好脸色，他就会像条狗一样摇着尾巴求我回去。沈小姐，您怎么来了？今天不是您和林总监的新婚假期吗？别提了，他昨天闹了点脾气，我今天大发慈悲来看看他。凌晨在里面吗？林总监在工位上，不过他……哟，凌晨怎么在这儿收拾东西啊？不会是昨天雇群演租礼宾车把钱都败光了，现在被公司开除了吧？沈梦，你怎么还没去看精神科？臆想症晚期可是要命的。你少在这儿给我装蒜！凌晨，你的底细我还不清楚吗？你以为找个跟叶氏集团总裁长得像的野模租几辆破车就能吓唬住我？就能掩盖你是个连50万都拿不出来的穷鬼的事实？行了，我也懒得跟你计较。你把这箱子放下，现在跟我回家。只要你马上把小雨的50万首付转给我妈，再给我买个2万的包道歉。昨天你顾群演气我的事儿，我就大度一点，既往不咎了。这婚咱们继续结。沈梦，你是不是觉得全天下就你最聪明？你大度，既往不咎。不好意思，我嫌恶心。凌晨，你别给脸不要脸！你真以为除了我，还有别的女人瞎了眼能看上你？我告诉你，你今天要是敢跨出这个公司的大门，你就……他不仅敢跨出这扇门，还能让你这种跳梁小丑倾家荡产。沈梦女士，我们是叶氏集团首席法务团队，受凌晨先生委托，现正式向您及您的家庭提起诉讼。诉讼？什么诉讼？要求您全额退还林晨先生支付的30万彩礼，以及过去7年内所有超过5000元以上附带勒索性质的大额转账，总计金额47万8500元，限期2周，逾期不还，我们将申请冻结，并强制执行您名下的房产与账户。47万8500元，你们少拿几张破纸来吓唬我！什么叶氏集团的法务？我看你们就是凌晨从天桥底下找来的骗子。那是彩礼钱，是凌晨自愿给我的。我们谈了7年恋爱，他给我花点钱怎么了？还想全要回去？做梦！沈女士，你可以质疑我的当事人，但请不要侮辱叶氏集团法务部的专业性。这是我的律师执业证。另外，根据民法典第1042条及相关司法界，双方未办理结婚基纪手续的，
当事人有权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你们昨天并未领证，且婚礼已经取消，这30万彩礼，你在法律上没有任何截留的权利。那剩下的10几万呢？那都是逢年过节他给我买包买化妆品的钱，恋爱期间的赠与凭什么要我还？这是凌晨先生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和转账流水公证书。今年2月14日，你发微信称不给我买那个2万的香奈儿包，咱们就分手。去年你弟弟买车，你威胁凌晨不赞助5万块钱，这婚就不结了。沈女士，这些带有明确胁迫和附加条件的索取，在法律上不属于纯粹的无偿赠与，如果定性严重一点，这叫敲诈勒索。天哪，这也太不要脸了吧！拿分手威胁人家买包，伏地魔就算了，还把林总监当提款机，怪不得林总监要悔婚，这谁顶得住啊？凌晨，你真的要这么绝情吗？我们7年的感情啊，你现在非要把我逼上绝路吗？那30万彩礼，我妈已经拿去给我弟弟交房子的首付了，我现在上哪儿去给你弄这快50万啊？那是你们沈家的事，你们怎么吃进去的，就怎么给我吐出来。我凌晨不欠你们的了。吵什么吵？都不用干活了是不是？凌晨，你搞什么名堂？昨天请假去结婚，今天跑回公司来闹事，赶紧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人弄走，不然你明天不用来上班了。周总是吧？我是叶氏集团首席法务官赵明。凌晨先生现在是我们叶氏集团的首席技术顾问，他今天来只是为了拿走他的私人物品。另外，受我们总裁叶晴女士的委托，正式通知新锐科技，鉴于贵公司的管理环境过于嘈杂，叶氏集团将于今日起暂停与新锐科技的所有合作项目，并启动违约审查。保安，保安死哪去了？保安，赶紧把这个疯女人给我轰出去！以后不准她再踏进我们公司半步！敢在这里影响林顾问的心情，真是不知死活！放开我！不敢碰我！凌晨，你不能这么对我，那50万我真的还不出来啊！凌晨，你说话呀！凌晨，你不能这么对我！妈，完了，全完了！凌晨不仅不会把50万首付给我们，他还要起诉我们。什么？他还敢要钱？那30万彩礼，我昨天下午就已经转给售楼部当小雨买房的定金了啊！这钱退不出来了。哎呦，你们是没在现场。那个凌晨平时看着老老实实，其实一肚子坏水。娶我们家梦梦，连区50万的上车礼都不肯出，还嫌我这个做闺蜜的要20万开门红包太多了。你们评评理，现在结个婚，男方出点钱不是应该的吗？20万开门红包，丽姐，这确实有点多吧？那后来呢？婚没结成？结什么结啊？凌晨那个普通工薪族，为了不给钱，居然花了几万块钱去外面的婚庆公司雇了一个野模，还租了10几辆礼宾车，跑到我们面前演戏。女总裁倒贴求婚，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拍，真当我没见过世面呢。不会吧？凌晨挺老实啊，租礼宾车也得不少钱啊。老实个屁！男人都是装的，他就是故意设局。想用这种欲擒故纵的手段逼梦梦低头。我跟你们说，这种极度自私还会演戏的男人，就该让他打一辈子光棍。我已经发了朋友圈和微博，把他这副丑恶的嘴脸全曝光出去了，让大家都看看他是个什么不负责任的人。
都停下！所有人手里的活全部停下，马上把办公区收拾干净，列队站好。5分钟后，我们公司的新老板要来视察。孙总，新老板，咱们公司不是干得好好的吗？什么时候被人按流程调整了？就在半个小时前，江城最大的巨头叶氏集团早前已经与我们瑞华传媒签下战略入股协议，今天正式完成交割，而且马上来视察的是叶氏集团的主要负责人叶晴总裁亲自带队。叶晴，不可能，肯定是重名，或者，难道昨天凌晨雇的那个女演员真的长得跟叶晴很像？不会的，不会的，叶晴那种级别的行业人士，怎么可能看上凌晨那种做事拎不清的人？叶总您好，我是瑞华传媒的总经理孙建国，欢迎叶总莅临指导。是他，昨天那个穿着酒红色风衣当众问凌晨敢不敢娶我的女人，不是演员，真的是叶氏集团总裁叶晴。你站出来！王丽，赶快出来！叶总您好，你叫王丽是吧？怎么今天没再要个20万的开门红包就让我进来了？叶总，误会，昨天那都是个误会，我不知道凌晨他真的是您的人。不知道，所以你就在公司里大肆造谣，说我的丈夫是个顾群演的普通工薪族，说他极度自私，不配结婚。叶总，这不关公司的事儿啊。王丽平时在公司就喜欢搬弄是非，我也正打算处分她呢。我叶氏集团以诚信和人品立足，瑞华传媒既然现在归入我的名下，就绝不允许有这种道德败坏、敲诈勒索、满嘴谎言的毒瘤存在。王丽，你被开除了。由于你在工作期间恶意造谣中伤叶氏集团核心成员，严重违反职业操守，法务部会追究你的名誉侵权责任。同时，我会以叶氏集团的名义，向全行业的公关传媒公司发出内部合规通报，后续人事处理和行业背调都按法律和公司制度来办。不，叶总，我知道错了，我求求您给我一次机会吧，我不能失去这份工作啊！我马上把朋友圈删了，我给凌晨道歉。保安，把他连人带东西扔出去。公司继续正常运转，薪资福利全面上调20%。但我希望你们记住，做人不要太贪婪，把心思放在正道上，别学那些跳梁小丑。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啊？那30万彩礼，我昨天下午高高兴兴的拿去给小雨订了那套大平层，钱都已经打进开发商的账户里了，定金合同白纸黑字签了，这要是退房，要扣20%的违约金啊！而且凌晨还要起诉我们，咱们上哪儿去凑那40多万还给他？妈，我早就说别逼他太紧，你非要在那时候要50万上车里。现在好了，凌晨攀上了叶氏集团的高跟，连理都不理我了。周总为了讨好叶氏集团，还把我从公司里像狗一样扔了出来，全完了。妈，姐，小雪刚才看中了一套顶层带大露台的，首付刚好50万，你们赶紧把凌晨昨天给的上车礼转给我，我们现在就去售楼部把尾款交了，把名字改成小雪的。是呀，阿姨，梦梦姐，凌晨姐夫那么有钱，区50万肯定不在话下。这房子早定下来，我和小雨也能早点安心准备结婚呀。你们怎么不说话呀？钱呢？昨天凌晨不是带着车队来接亲了吗？你们别告诉我，
连50万都没要到手。小雨啊，那个凌晨他悔婚了，那50万上车礼没给。什么？没给？你们干什么吃的？姐，你连个男人都拿捏不住吗？我这马上就要领证交首付了，你现在告诉我钱没拿到，你存心不想让我结婚是不是？你凭什么怪我？要不是妈非要在临出门的时候加价，要把凌晨逼上绝路，他怎么会反悔？他现在不仅不给我50万，他还要起诉我们，让我们2周之内把那30万彩礼，还有这几年他给我转的所有的钱全额退还给他，一共47万多。等等，沈梦洁，你的意思是，你们沈家现在不仅拿不出50万的首付，还倒欠了别人47万，而且还是叶氏集团法务部发来的律师函。小雪，你别听你姐瞎说，凌晨那就是吓唬我们的。咱们那30万彩礼不是已经交了房子定金了吗？房子写的是小雨的名字，凌晨拿不走的。咱们一家人努力。谁跟你们是一家人？张阿姨，你脑子进水了吧？这种官司，只要法院一查流水，那30万定金照样会被冻结追回。感情你们沈家现在是个填不满的无底洞，还想拉我下水？小雪，你别生气，咱们再想办法。凌晨他平时那么软弱，肯定想办法？想什么办法？你一个快30岁的男人，一个月赚个3000块钱的工资，连自己都养不活。买房靠榨干你姐的彩礼，首付还要靠敲诈你前姐夫。沈宇，你就是个只会过度索取的做事拎不清的人。老娘真是瞎了眼，才跟你谈恋爱。小雪，你不能这么说我啊！我是真心爱你的。你的真心值几个钱？我告诉你，婚约取消，这烂摊子你们一家3口自己留着收拾吧。那是我借来买3斤的钱，还给我！哎呦，这算是我的青春损失费，跟沈宇这个窝囊废耗了半年，2万块钱算便宜你们了，别来惹我，不然我就把你们敲诈勒索凌晨的事发到网上去，让全江城的人都知道你们这群过度索取的人的德行。都是你们！你们这2个贪得无厌的蠢货！要不是你们贪那50万，凌晨会跑吗？小雪会跟我分手吗？我的房子没了，老婆也没了，你们赔给我！赔给我！你冲我发什么火？我为了你，连相爱7年的男朋友都逼走了，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你以为我好过吗？别吵了，别吵了。妈，你怎么了？沈宇，快打120，妈晕倒了。病人家属，病人突发急性心肌梗死，需要立刻进行向大桥手术。先去1楼大厅把10万块的手术押金交了，快点，晚了人可能就没了。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凌晨，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不，他爱了我7年，他不可能说放下就放下。只要我去求他，只要我认错，他一定会借钱救我妈的。他心那么软，他一定会心软的。林先生，叶总，
有个女人突然冲出来拦车。凌晨，你开窗，求求你见见我，凌晨。凌晨，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求求你原谅我好不好？沈女士，你的律师函应该已经收到了，有事请联系我的代理律师。拦车碰瓷，我可以直接报警。凌晨，你别这样对我！我妈突发心脏病在医院抢救，小鱼跑了，我1分钱都拿不出来了。凌晨，你借我10万块钱好不好？就10万，我们7年的感情啊！你以前那么爱我，连一只毛蚁都舍不得让我踩，你不能见死不救啊！7年的感情，沈梦，在你为了50万上车里逼我借高利贷的时候，在你理直气壮地说帮小舅子买房是天经地义的时候，在你纵容你闺蜜敲诈我的时候，你顾念过我们7年的感情吗？我改，我以后再也不管他们了，我不要彩礼了，我也不当伏地魔了。凌晨，只要你肯帮我，我给你当牛做马都行，我只要你回来。沈梦，送你一句话，迟来的深情比草贱，现在的你连让我看一眼都觉得心里发沉。10万块钱，我就是拿去喂流浪狗狗，也不会再给你和你家人1分1毫。还有，别用你那脏手碰我太太的车，弄脏了你赔不起。凌晨，我后悔了。处理干净了。一些不相干的不当行为而已。叶总，让你见笑了。回家吧，林先生。明天你还要去集团正式上任，那些老狐伴们可还等着给你下马威呢。放心，我既然娶了你，就绝不会让任何人看轻你。叶总，你简直是在胡闹！婚姻大事你当儿戏我们不管，但你不要太过分了。把一个连名牌大学都没毕业，在不入流的外包公司干了5年的底层马迷，直接空降到集团当首席技术顾问。你把叶氏集团当成什么了？你们夫妻俩过家家的游乐场吗？叶总啊，不是我们这帮老家伙不给你面子，昨天你豪掷千金去抢婚的新闻，现在还在江城热搜上挂着呢。外面现在怎么说我们叶氏集团？说我们的美女总裁被一个吃软饭的小白脸迷了心智。现在你还要把集团最核心的技术大权交给他，这要是传出去，我们叶氏的股价明天开盘就得跌停。说够了吗？第一，林晨是我的合法丈夫，我希望各位在称呼他的时候放尊重一点。第二，叶氏集团是我父亲一手创立，现在由我绝对控股，我任命谁当技术顾问，这是我的权利。你们如果有意见，可以把手里的股份卖给我，现在就可以滚出这个会议室。好一个绝对控股！叶总，既然你这么一意孤行，那咱们就拿实力说法。下周一就是江城天网智算实力雄厚级 AI 项目的最终竞标会，这个项目对叶氏集团未来10年的战略有多重要，不用我多说了吧？现在我们的技术团队卡在高通发下的视觉验算与低延迟响应这个核心壁垒上，已经整整1个月了。如果竞标失败，叶氏集团的前期投资将血本无归。没错，叶总，你不是说你老公是技术天才吗？那行啊，下周一的竞标让他带队去，如果他能解决这个技术壁垒，拿下这个实力雄厚大单，我们这群老骨头以后对他心服口服，绝无二话。但如果他拿不下，就说明他是个只会吃软饭的骗子，而你叶晴也因为被感情冲昏头脑，失去了作为一个掌舵人的理智。到时候不仅他要卷铺盖滚蛋，你也必须辞去总裁职务，交出集团的经营权。王董，你这是在强词夺理，这个项目
我当是什么不可逾越的技术鸿沟呢？就这，高频发下的算力分配调度，这种3年前就该淘汰的底层架构逻辑，你们居然用了1个月都没攻克。叶氏集团技术部看来确实需要大换血了。黄口小儿，你懂什么叫 AI 算法吗？这可是涉及到底层深度学习架构的。你一个写破网页外包的，连代码都看不懂吧？在这装什么大尾巴狼？哈哈哈哈哈哈！叶总，这就是你看上的男人？除了会吹牛说大话，他还会干什么？林晨，既然你这么牛，那这个赌约你敢不敢接？赌？为什么不赌？下周一竞标是吧？不用那么久，2周。2周之内，我不仅会把这个核心壁垒彻底打穿，还会把算法效率在你们原有的基础上提升300%。如果2周后我做不到，我不仅立刻滚出叶氏，还会登报声明是我配不上叶总。但如果我做到了，帮集团拿下了实力雄厚大单，你们几个交出在董事会的1票否决权，以后在叶氏集团，只要是我太太叶晴签署的文件，你们只能无条件签字。敢不敢赌？好，一言为定。会议室的监控都录下来了。林晨，到时候你要是拿不出东西来，就别怪我们这帮老家伙不给你留底裤。林晨，你太冲动了，王董他们就是故意在激将你。那个天网智算的核心算法是真正的行业壁垒，2周时间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你为了维护我，把自己逼上绝路，不值得的。叶晴，你是不是也以为我这7年真的只是在一个小外包公司里混日子？难道不是吗？沈梦一家目光短浅，只看得到眼前的几万块钱，所以我从来没告诉过他。3年前在全球极客大赛上，那个一己之力打穿了美国硅谷顶尖防火墙，随后又隐匿神迹的代号 L 的底层架构师。他早年厌倦行业内卷和无休止的项目竞争，才选择留在小团队做稳定工作，并非故意隐瞒身份。代号 L， 那是全球 IT 界和 AI 领域神一般的存在。老婆，准备好接受他们的1票否决权了吗？接下来的2周，我会让他们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理性验证。林顾问是吧？王董可是交代了，你要2周内打穿天网智算的核心壁垒，我们整个技术部的人都给你腾地方。不过丑话说在前面，你要改底层架构，万一系统情绪失控了，这个锅我们可不背。所有人听着，人家可是叶总亲选的天才，用不着我们这些凡人插手。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准给林顾问提供任何代码协助。协助？就凭你们写的那些像老太婆裹脚布一样又臭又长的冗余代码，也配叫协助？林晨，你太狂妄了！我们的算法架构是按照美国硅谷的标准。硅谷的标准？你们所谓的核心架构采用多线程并发处理，表面上看着花哨，实际上在算力峰值时，内存傲气率高达40%。不仅如此，你们为了强行提速，还在主循环里加了死锁，这根本不是算法，这是在给服务器埋定时炸弹。废话少说，主服务器最高权限账号给我，然后全都退后3米，别挡着我呼吸新鲜空气，装神弄鬼。我倒要看看你一个人怎么重写几百万行的底层代码，等你搞砸了，我就看你怎么跪着滚出夜市。这是什么逻辑？他没有用现成的 AI 框架，他是在用纯双边语门重写底层的算力分配内核。我的天，你们看他的手速，这根本不用思考的吗？而且这算法结构极致的精简，他直接把原本1万行的冗余判断
压缩到了不到200行。这不可能，这种级别的构造能力，就算整个龟府最顶尖的团队加起来，没有半年也绝对写不来。他到底是谁？凌晨，先吃点东西吧。你怎么还没睡？我不是让你早点休息吗？我睡不着。王董他们今天一直在董事会施压，说明天的竞标会，他们已经请了媒体过去。如果你拿不出成果，他们就会当场发难，把你赶出公司。王董，跳梁小丑罢了，不用等到明天，现在就可以让他们死了这条心了。神技，这是神技啊！提升了整整3.5倍的效率，而且完美解决了并发思索。林顾问，不，林神，请受我一拜。老婆，顾教已经重写完毕，走吧，回家睡觉。明天上午的竞标会，我带你去打他们的脸。马上就9点了，叶晴和那个姓林的小白脸还没来。哼，肯定是因为拿不出技术方案，临阵脱逃了。等主持人一宣布叶氏集团弃权，我们就立刻召开临时董事会，罢免叶晴的总裁职务。叶晴，你简直是疯了！你还真敢把这个连代码都看不懂的做事拎不清的人带到竞标会现场来！不要脸，叶氏集团还要脸呢！叶总，现在弃权还来得及，大不了赔点违约金。要是让他在台上出了丑，叶氏的股票明天就得崩盘。王董、赵董，你们最好现在就开始祈祷，因为马上你们手里的一票否决权就要易主了。各位专家，各位领导，我们腾飞科技耗时半年，采用了美国硅谷最新的多换层并穿框架，在封底测试中，我们的算力利用率达到了惊人的 85%， 延迟控制在5毫米以内，这就是目前国内 AI 领域的最高天花板。听说叶氏集团最近人事动荡，技术部连个拿得出手的方案都没有。叶总，我看你们今天就当个陪跑观众。感谢腾飞科技的精彩演示。接下来有请最后一家竞标企业叶氏集团的代表上台，展示你们的最终方案。各位领导，这个人根本不是我们叶氏集团的技术总监，他就是个招摇撞骗的小白脸。他今天的演示绝不代表我们叶氏集团的立场。我叫林晨，叶氏集团现任首席技术顾问。我的展示不仅代表叶氏，更代表未来10年全球 AI 底层架构的终极答案。至于那些在台下乱吠的丧家之犬，保安，如果他再发出一丝噪音，请把他扔出去。周总，你刚才说 85% 的算力利用率就是国内的天花板，怎么？难道你一个写外包的还能变出花来不成？井底之蛙，今天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理性验证。10倍并发量，这会瞬间让服务器因为内存倒出而彻底梦幻的。这不可能，这违背了物理常理，这是假数据，你一定是在用视频作弊！闭嘴！极简的内核玻璃，完美的算力无损重构，没有思索，
没有冗余。这是3年前在硅谷极客大赛上惊鸿一现，打穿了整个美国安全网络的神之代码。你难道就是那位传说中的代号 L？ 张老好眼力，这份构件是我送给叶氏集团的聘礼，不知道用它来接天网智算的项目，够不够格？够，太够了！如果连 L 神都不够格，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人能接得住这个项目。我代表评审团宣布，天网智算实力雄厚级项目由叶氏集团独得中标。王董，惊不惊喜，意不意外？愿赌服输，把1票否决权的转让书交出来吧。以后在叶氏集团，我太太的话就是唯一的圣旨。沈女士，这已经是第3次催缴了。你们的医院账户已经欠费12000块，医院的绿色通道只能救急，不能一直给你们免费治病。今天下午3点前，如果再不补齐10万块的后续手术费和住院费，我们就只能给病人办理强制出院手续了。护士长，我求求您再宽限2天，我妈现在这身体怎么能出院呀？我马上借钱，我一定能凑到的。不是我不通通，医院有医院的规定，你们有手有脚的，早干嘛去了？沈梦女士，鉴于您未能履行叶氏集团法务部提出的俗前调解，拒不退还林晨先生总计478500元的彩礼及附条件赠与，法院已正式启动强制执行程序。法官，我真的没钱了，那30万彩礼被我妈拿去交了购房定金，退不出来了。资金去向，法院自会查明。现正式通知您名下的所有银行卡、微信及支付宝账户已于5分钟前被全面冻结。另外，由于您的冻结资金不足以偿还债务，法院将于明日正式查封您名下的那套按揭房产，并进入依法处置程序，请您尽快退个人物品。账户冻结，房产查封，要对我追诉了。大姨，我是梦梦啊，法院把我的卡全冻结了，我妈在医院等着钱救命，您能不能先借我5000块钱？我以后一定当牛做马还给您。什么？你还有脸给我打电话？你们一家子过度索取的人，把人家林晨那么好的小伙子逼走了，现在全江城都在看我们沈家的笑话。我告诉你，别说5000，5块钱我都不会借给你。这笔钱我现在帮不上，你们也该自己承担后果。王经理，您看我这自身条件，以前也是做高级行政的，很会察言观色。只要能让我今天就上班，预支一点薪水，陪酒陪笑我都愿意。你叫沈梦？前2天在豪泰酒店悔婚，要50万上车利的那个沈梦？是我。王经理，过去的事能不能不提了？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不提？你以为江城的圈子有多大？你知不知道你前男友林晨现在是什么身份？叶氏集团的首席技术顾问。就在今天上午，林总代表叶氏集团以神一般的技术碾压了所有对手，拿下了实力雄厚级的官方大单。现在林总是全江城商界都要巴结的财神爷。你一个为了区区50万和一点虚荣心，亲手把实力雄厚身价的老公作没的蠢货，你这种见利忘义、恩将仇报的烂女人，哪个老板敢点你陪酒？不怕沾了你这一身的晦气吗？滚！保安，把这个不长眼的女人给我轰出去！
梦梦，房子真的被查封了吗？小雨呢？小雨来看我了吗？没房子了，小雨跑了，电话关机，亲戚们全把我们拉黑了。妈，我们面临危机了，真的一无所有了。造孽呀，报应啊！那50万我不该贪呀，凌晨那么好的孩子，我不该逼他呀。我的房子，我的儿子。林总，天网智算那个项目的底层架构，我们技术团队连夜研究了半个月，硬是没看懂其中的精妙。您这 L 神的名号当真是名不虚传，以后我们公司还得仰仗叶氏集团多提携呀。是啊，叶总真是慧眼识珠。林总不仅技术通神，这商业手腕也是一流。叶氏集团在你们夫妻2人的带领下，未来绝对不可限量。我敬2位一杯。累了吗？要是觉得应酬无聊，我先陪你去休息室坐会儿。不累，看着那些曾经看不起你的人，现在排着队来巴结你，我只觉得很骄傲。林先生，你今晚很耀眼。我哪里颠倒黑白了？如果不是你插足，我今天就是名正言顺的林富太。是你用钱买走了我的老公。沈梦，我在医院走廊让人给你送去那面镜子，是想让你看清问题的根源，给你留最后一点做人的体面。没想到你不仅不长记性，反而连做人的底线都不要了，竟然敢跑到我太太的主场来闹事！我闹事？我说的难道不是事实吗？你敢对天发誓，你没有在结婚当天抛下我跟他走吗？我当然是在结婚当天抛下了你，但到底是我攀面权贵，还是你沈梦贪得无厌、敲骨吸髓？今天既然你非要当着全江城媒体的面要一个公道，那我就给你一个公道。阿成，把1号文件夹里的东西投到正中央的巨型 LED 屏幕上，把音量给我开到最大。1号文件夹，凌晨手里还有什么底牌？88000，凌晨，你打发叫花子呢？我可是梦梦最好的闺蜜，今天没有20万的闺蜜放行费，这扇门你别想进。王丽，别开这种玩笑了，彩礼30万我已经一分不少的给了，婚房首付掏空了我爸妈的养老钱，名字也全加了梦梦的。凌晨，丽丽是我最好的闺蜜，她也是为了考验你啊，你就当破财消灾嘛。20万对你来说挤一挤总有的。今天是我结婚的大喜日子，你总不能为了这点钱惹我不高兴吧？20万的开门红包，这女的是镶金边的吗？我的天，男方都说掏空父母养老金了，这女人居然还说挤一挤总有的，这是结亲还是讨债呀？先停一下，这些片段不完整，我也有话要解释。梦梦她弟弟小雨马上也要谈对象了，女方那边开口就要50万的首付，你今天再拿50万出来当上车礼，梦梦你立刻接走。你要是不拿这50万，那梦梦今天就不下这个楼。梦梦，你也觉得我今天必须出这50万吗？那是我亲弟弟啊，咱们以后都是一家人，你作为姐夫帮他出个首付怎么了？你这么大个公司的总监，出去借个50万还不简单吗？荒谬，无耻至极！把婚姻当成买卖人口的交易，这种毫无底线的过度索取的人家庭，谁沾上谁倒8辈子血霉。凌晨，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饶了我吧，不要播了。保安，他弄脏了叶氏集团的地毯，扔出去。是，林总。
抱歉各位，一点微不足道的历史遗留不当行为，打扰了大家的雅兴。现在不当行为清理干净了，让我们继续今晚的庆功宴。3年前，沈宇赌博欠了30万高利贷，被人追债找上门。后来那帮人突然接了个电话，就吓得屁滚尿流的跑了。沈梦还说是他大伯的关系，原来竟然是叶晴在背后默默的帮助我。林晨的母亲生病住院了，沈梦不仅不去照顾，还逼着林晨买2万块钱的包。林晨在走廊里偷偷抹眼泪，我的心快要痛死了。我让助理以慈善基金的名义帮林阿姨交齐了手术费。林晨，你那么孝顺，不要哭，我会心疼的。明天就是他结婚的日子了，我准备了一件全世界最美的婚纱，那是为我自己准备的。如果明天沈梦能安安稳稳地嫁给他，那件婚纱将永远封存在地下室。我叶晴会以叶氏总裁的身份去喝一杯喜酒，然后彻底退出他的生命。可是如果沈家那个贪得无厌的家庭敢在明天为难他，敢让他受半点委屈，我发誓我一定会不顾一切地把他抢回来。就算他恨我，我也要护他一世周全。原来那天在接亲楼道里的偶遇根本不是什么巧合。你都看到了。林晨，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瞒着你这些，我只是怕你觉得我心机太重，怕你觉得我这7年一直在监视你，觉得我可怕。傻瓜，你这个天底下最大的傻瓜！叶晴，你怎么这么傻呀？我不傻，林晨。商场上所有的投资都讲究回报率，但我对你的爱是唯一的例外。这7年，我从来没想过要你报答我什么，我只是想看着你好好的。叶晴，这7年是我瞎了眼，让你受了这么多的委屈和等待。但是你听好，从今往后的70年，我林晨就算拼了这条命，也绝不会再让你掉一滴眼泪。林先生，以后不需要你拼命，你只需要好好爱我就行了。因此，第2代系统的核心创新在于，我们放弃了传统的分布式负载平衡方案，转而采用一种基于动态预测的算力预分配模型。这不仅将延迟率进一步压缩至8毫秒以内，更让单位算力的能耗降低了40%。叶总，今天的发布会还满意吗？请问我这位首席技术顾问有没有资格提前下班，陪我太太去吃个饭？表现勉勉强强算合格吧。不过林顾问，今天可不能随便应付。我妈中午特意打来电话，让你务必带我回去吃糖醋排骨。遵命，岳母大人交代的任务绝对完美完成。报应，这都是报应啊！如果当初我们没有瑶瑶那50万，如果梦梦没有……
真香。凌晨，我有时候觉得这一切就像一场梦。1年前的今天，我们还在为了那场荒唐的婚礼焦头烂额，而现在，这不是梦，这是现实。过去的所有错付和不堪，都是为了让我有足够的运气，在对的时间遇到最对的你。对了，老婆，我有件事要宣布。什么事？难道天网至算第3代又有突破了？不是技术突破，是我们升级了。今天早上刚去医院确认过，2周后你要多记一个当妈妈的身份了。凌晨，你没骗我？我什么时候骗过你？老婆，这一次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迎接属于我们的每一个清晨和黄昏。